印度媒体为美国鸣不平，抱怨说呢，中国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美国卫星在天上受到了威胁。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近日，印度的媒体《欧亚时报》公开为美国鸣不平，他声称中国太空基界臂的技术实现了重大突破，这引起了美国的极大担忧。中国获取了这项技术之后，就能够对报废的卫星以及试图危险靠近的卫星进行抓取，这是太空站能力的一个关键技术。而美军是对太空资产非常依赖的国家，因此他们受到了中国开发的先进基界臂的严重威胁。印度媒体指出，尽管当前中国还没有干扰美国卫星的任何行动，但是已经具备了这种能力。用美国太空司令部司令詹姆斯·迪金森的话说，天基基界臂技术可能被用于未来的系统，抓获其他的卫星。一旦在战时，这种基界臂就可以破坏美国的天基系统，导致美军的作战潜力直线下降。迪金逊称，在战时，他能在最初的几分钟内呢，试图破坏对手的通讯系统，例如美国的 GPS 卫星。有趣的是，在国际太空站上，美国和日本早就有了自己的基界臂，来自欧洲的基界臂呢，也在2021年正式进入了国际太空站。美国、日本和欧洲都有了自己的基界臂，但是为什么印度媒体却宣扬说中国的基界臂对美国的卫星构成威胁呢？那么中国的基界臂到底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呢？从目前的相关报道来看，这个基界臂完全是由中国独立自主研发的，它重达600公斤，长度达到了15米，抓举载荷的能力高达25吨。整个中国的基界臂一共有7个关节，具备歼3加肘1加腕3的配置方案，可以执行多种任务，能够实现基界臂在空间站表面自主爬行。同时呢，还配有多个传感器以及视觉系统，通过内部的中央控制装置，就可以实现自动制定动作方案，完成精确的动作。相对于同类型的航天产品来说，中国研制的基界臂复杂度最高，规模最大，控制精度最高，可以说它是一种空间智能机械系统。中国基界臂对于中国太空站的能力作用到底有多大呢？这位印度的媒体其实呢也说出了美国人的担忧。那么我们在空间站使用的基界臂，主要是为了维持整个空间站的建设，以及呢特殊情况下排除故障，协助航天员出舱之后的执行相应的使命任务。它的能力从一些视频上我们可以看出来，确实是非常强悍。但是你要说我们用航天站上的基界臂去抓取其他国家的卫星，我想这恐怕就是胡说八道了。中国研发的基界臂，它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抓取其他国家的卫星，而是维护自己空间站的安全和相应的组装建设。何况太空飞行器的基界臂，我们国家又不是第一个搞的，美国、日本、欧洲都搞成了。那么既然这些国家能够自己研制基界臂而且应用，那么中国为什么不能？中国的技术水平比国外的一些基界臂的水平更高，又为什么不允许？其实印度人的眼红是可以理解的，他自己玩不转，只能替美国鸣不平。但是你鸣不平又如何？有本事你把自己的空间站送上天，然后配上自己的基界臂。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在那胡诌八扯，一点用也没有。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